等你有了钱了想要孩子，老天爷不给你的时候，哭着喊又那个管儿又这个管儿，这个也是事实，还真是。对，多少有钱人现在哭着喊要想又借腹生子的多少啊！你能生的时候你干嘛？你只有一个生育功能，说你不生。啊，那是光挣钱了。哇，等你都有了钱了，功能全衰退了，完借着别人的肚子生孩子，有毛病啊你！你爸爸妈妈对孩子本来就有爱，没有爸爸妈妈为了养孩子先存好一银行的爱去准备养孩子的。存教育基金就是为了这个基金是为了养孩子要用的。如果还有一个诚实的节目，那就是我对于奇葩说的期待。奇葩说是一个诚实的节目，如果连奇葩说都堕落到说我们爱钱，我们却假装我们不爱钱，那我们就在世界上找不到别的节目能够说实话了。马薇薇，我跟你讲，你把事情扯到优生学去。我如果是爸爸，我今天在胎儿时期知道我的孩子有水脑症，有不能行动的瘫痪症，你问我要不要让他生下来，我站在不要优生学立场，我必须要支持说我们应该让他生出来。可是天知道天下父母心，没有一个爸爸妈妈会忍心让孩子到世界上来受这样子的苦。我会饿着自己。我真的，我那时候对吃简直是痴迷。在那之后，我才发现世界上其实还有更好的东西可以去痴迷，不必集中在吃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应该指这个，对，这个出钱。不是，我就说我要是20岁，我就每天一盒古力多燕麦牛奶，扛饿扛到今天。马薇薇20岁的时候呢？我希望我到20岁的时候呢，去，上一届冠军怎么那么讨人厌呀？又到了我们感谢我们赞助商的时候了，非常感谢有钱有势、有型有款、有胸有腿不如有范儿的时尚 APP 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当然，我们要再次感谢这个国际扛饿大品牌古力多燕麦牛奶赞助我们。今天开始其实已经度过了淘汰赛了，所以场上16位选手分批上来进行 PK， 所以大家好自为之。来，我们看一看今天第一个辩题是什么。没钱要不要生孩子？在中国养个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银子？据不科学统计，在北京生个娃，普普通通的养到18岁，成本276万，这还不包括进口奶粉、高级尿不湿、亲子班、择校费、零食旅行、吃药看病。一对月薪不到2万的小夫妻，不吃不喝存上15年才够养个孩子。如果说70后生的孩子是计划生育限量版，那80后的孩子就成了计划经济奢侈品。厚厚的账单让现在的年轻人谈孩色变，青春还没开始就已经被房贷、车贷和熊孩子给透支没了。不少人不约而同的选择没钱不生，也有人认为土豪的童年也未必是快乐的童年，进口奶粉未必能吃出个本土天才。压力不是借口，50、60、70后哪一代不是从压力中走过来的？没钱就不能生，不过是一群逃避责任的人打着哭穷的旗号，让不生孩子瞬间高尚起来。与其说你压力大，还不如说你根本就是个怂包。那么没钱到底要不要生孩子呢？没钱要不要生孩子？必须生啊！那还用说吗？你生孩子的时候有钱吗？他有很多这方面的心得，我觉得这是他的优势，同样也是他的劣势。对啊，这次的赛制特别别致，特别逗，你知道吗？还加了一个奇袭的环节。听说了哈。别提了，这赛制可烦了。你说那个陈永开吧，虽然是辩手，但是我接触了一下，就八竿子打不出个屁来。谁说我们？好几个人都说你们。我们真的闷。欢迎收看由有钱有势又有范儿的有范儿 APP 冠名播出的《奇葩说》。本节目由国际扛饿大品牌古力多燕麦牛奶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选手服装由有范儿 APP 提供。没钱要不要生孩子？虽然这话题看起来沉重，但其实它是每一个人真正决定要孩子之前，都会去先把自己的卡数一数。然后把自己的家庭规划、把自己的投资的收益，所有东西都要算一遍，所以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双方按照自由意志选择了红蓝两方。我们2位导师，没钱要不要生孩子？肯定要生的，生孩子跟孩子跟钱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生孩子是一个激情下的产物，不是计划性产物。
你是从技术上去解释这件事情，我们是从经济学上去考虑没钱要不要生孩子。蔡团长，没钱要不要生孩子？啊，我当然是在金星的对面了，所以就没钱就不要生了。最后要问一问我身边的女神，我立场就是要生。要不要生孩子跟钱有没有关系？其实金星老师是有关系的，只是它不是决定性的关系。对了，没钱也要生，没钱也要生。是你们那边的是吧？对。好，我们现场100位观众，手中红蓝键，红键代表没钱要生，蓝键代表没钱不要生，请大家选择立场。比赛进入第2阶段，16名奇葩任意组合大混战，双方胜负仍由观众跑票数量决定。比赛结束时，团长从胜出一方选出1名最讨人喜欢的奇葩，授予本场 BB King 称号。失败的一方将面对精神和肉体的残酷惩罚。累计获得 BB King 次数最多的奇葩进入决赛。3、2、1。那我们是从正方少数支持派开始，大兵开始。哎呀，没钱要不要生孩子？我觉得问这话的人就应该把你重新塞回到你妈的肚子里。啊，赞成没钱不能生孩子的朋友，我想问一下，你们都合计啥呢啊？你们都是富二代呀？你们生的时候家里都贼有钱呗啊？没钱不能生孩子，我觉得这句话你就等于消灭了一代人呐！啊，这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还整什么计划生育？直接就问你有没有钱，问你有没有钱，没钱你不能生孩子，我告诉你啊！哎，那这是一个没钱结扎版的方式，是吧？那很多人说了，说这个大兵哥，我觉得生孩子是一件特别痛苦、特别难的过程啊。那是吗？生孩子是什么？我觉得生孩子就是一个捎带脚的过程。你生过？对呀，捎带脚就生了嘛，跟什么有关系？跟荷尔蒙有关系，对不对？跟基因有关系。但是我生的孩子是跟我特别相信我在关键时刻能刹住车有关系，跟有没有钱有什么关系？啊，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关键时刻能刹住车？就是因为关键时刻我没刹住车，所以我就有孩子了嘛，是这么回事。哦，明白了，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你的2个孩子是车祸的产物？我还没说完，别着急。我身边没有一个人说等我有1000万了，我再生孩子。去等你有1000万的时候，你媳妇都来3遍更年期了，你都快挂墙上了，你跟谁生孩子去？还有人说了啊，说我没有钱，我生出来的孩子。跟我遭罪，跟我受苦，我用不起澳洲奶粉，我使不起日本的尿不湿，我用不着美国的吸奶器，我不能让他上英法双语幼儿园。朋友，我想问一下，你是养孩子呢，还是养八国联军呢？大伙儿都知道啊，人奶的营养是要比奶粉高出10000倍的。朋友们，你喝过？我喝过呀，我尝过，亲自尝过。那么。现在，朋友，你的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努力的攒钱去买澳洲奶粉，你是努力减肥，别减大发了，把你那奶给憋回去了。所以我认为没钱要生孩子，对自己、对家庭、对孩子都是好事。老爷们儿可以努力出去挣钱，老娘们儿别出去败家去了，好好的2个人一起努力，形成一股劲儿。孩子也认为自己我要努力，以后我才能有出息。那么一个有爱、有温暖的家庭，是要比一个光有钱而天天冷战的家庭好出10000倍。所以朋友们，炎炎夏日无心睡眠，今天晚上你们就回去跟自己的媳妇儿来一发，别控制，奔着中标去吧。谢谢。你知道今天晚上要出了事儿，有多少得算你账上？大兵刚刚说他是刹车没有刹住才生的嘛？对，所以表示说他如果刹得住的话，他也是要等到有钱才生儿子吧？当时是这样啊。所以你好啦，我已是，经讲完了，你不能再讲了。所以你是刹车片出了问题。不是，我压根儿就没有刹车呀。哎，他拉来好多票啊！啊，对，73比27，好吧？天哪！反方。其实很多没钱的父母，他们打算生孩子的时候，他们都会拿一个理由过来安慰自己。他们会觉得说，
是啊，有钱的父母可以给孩子非常丰富的物质生活。我没钱，我给不了他物质，但是没关系，我可以给他浓浓的爱呀，我可以给他满满的幸福感。不好意思，这只是你们的幻想，拜托从你们的幻想中走出来。我今天就告诉你们，你没钱，你给不了你孩子钱，你也给不了他爱。不是你不想爱，是因为你爱不起。怎么说呢？首先，你根本都没有时间去爱他。你想想看，你养活自己都困难了，你现在还要去养活一个孩子，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外面更加拼命努力的去赚钱去工作，你日夜奔波，你天天加班，你没有周末，你根本都没有时间去陪伴你的孩子呀，所以你没有时间去爱你的孩子。有钱人他们也没有时间，但是他们却有资本让自己停下来，因为他们停下来他们又饿不死，反正他们有钱呢。但是没钱的人就像上了发条一样，他一刻都不敢停，他只要停下来，他孩子下一个月的奶粉钱就见不到了，是不是陈明老师？是。所以说你根本没有时间去爱，除了没有时间之外，你还没有心情去爱。你们可以想一想，你在外面已经忙成狗了，你大汗淋漓在外面四处奔波，很晚的时候回家，你只想好好的在家睡一觉休息一下的时候，你发现你孩子把家里弄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你真的是气不打一处来，你根本没有那个心情去宽容他，去给他爱的教育，你只会觉得说，老娘在外面那么辛苦的赚钱养活你，你就拿这个来迎接我吗？你能不能早点懂事？你能不能不要让爸爸妈妈操心？你知不知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所以你根本没有心情去爱他，所以这样家里的气氛就很诡异，你知道吗？而孩子是最敏感的，他能体会到自己家庭的氛围是那么的尴尬，那么的有压力。如是，他跟郭敬明是同学吗？为什么他跟郭敬明是同学？你是生活在《小时代》里头吗？哪跟哪儿啊这可能刚好说明了郭敬明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就是他们分享一个时代的价值啊。不是他那种好像是有钱就给爱，没钱就不能爱。那咱们中国这些农民大波大白们都怎么？只是给爱的方式、给爱的时间和精力比较的累嘛。所以小朋友可能觉得收到的爱的品质不是他期待的那个品质，哦，他们生活在电影画面里头，所以说我说生活在《小时代》里面嘛。如如选择了一个特别艰难的一个开始，因为他直接就把爱这个事儿，对，反正迟早得对付这件事情，就对付吧。好了，没关系，勇敢一点。因为很多没钱的父母经常对孩子说2句话，你们可能会觉得听了非常的耳熟，就是虽然爸爸没钱，但是宝贝儿你不用担心，我们砸锅卖铁都会把你培养成才。或者有父母也会说，你爸这辈子是没希望了，但是我们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了。我就想说，活该你一辈子没钱，你把什么希望都寄托在别人的身上，连你的亲生骨肉你都不放过，你还是人吗？你在生孩子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自知之明，人又不是动物，你发情了就交配，交配了就生产，这是典型的不负责任。谢谢。人不是动物，你听到没有？我正在努力从动物变成人。听了如如这番话，我进化就会快一点。没有如这番好多漏洞哎。养一个孩子跟你有多富足东西没什么太大关系。现在咱们中国人知道尿不湿了，对吧？以前不就是养孩子不就是扯块布旧衣服，有话叫尿介子，对吧？天天洗尿介子呗，那一样把孩子养大了呀。而你的言行恰恰给孩子做出很好的榜样。哎呀，我父母这么辛苦的工作是为了我们，你都不用告诉他。这种言传身教，永比说的我有钱，我陪你玩这个，咱们去玩登山，玩草地，那是电影画面。好，第2位是谁？永开，你请。他们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就是如果你有钱的话呢，那你就对孩子比较负责；你没钱的话呢，你就没有心情去爱了孩子。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了：你说生孩子的时候有钱，那万一生孩子过了不久以后没钱怎么办？像我爸生我的时候，其实我家还算是一个小康之家，然后生了不久之后，我爸生意失败了。按照你这个逻辑，我爸这个时候没有时间去爱我，也没有心情去爱我，他是应该把我塞回去我妈妈肚子里。而且我家有3兄弟，塞3个。你又是从技术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你知道吗？因为照算命的说法，你就是克父母啊。好了，就按照这个观点走下去，其实是很可怕，特别是金融风暴来临的时候，每个有钱人都赶着回家干嘛？塞孩子。结果人生就是怎么样，生了又塞，生了又塞，你烦不烦啊？你爸不累，你妈都累吧？那个叫召回，你知道吗？
所有轮胎质量不过关都召回啊。因为我想说的东西很简单，人生本来就是有时有钱，有时没钱，这种东西不由得你控制。如果你要算到自己可以确保自己一辈子有钱，你还生孩子的话，坦白说，大家都过去做结扎手术吧，比较快。所以第二点。其实坦白说，我很欣赏他想要尽可能给出多一点时间去爱孩子，你这种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我很好奇的是，为什么有钱人家的孩子就必然比较快乐，那没钱人家的孩子就必然比较不快乐？像我自己，我家有钱的时候，我有玩 PS3的快乐；那没有钱的时候，我去隔壁小孩的家可以玩 PS4啊。那就是隔壁的爸爸妈妈有钱，才给他小孩买了 PS4。没关系，隔壁家的小孩们在上小提琴课，所以他们的 PS4都空着给我玩。所以你爸爸破产是被隔壁害的，是吗？有可能。对。然后而且就是有钱的时候，可能家里请家教，那家教也挺帅的，我也很快乐。可如果没钱的话，不用上补习班，更快乐呀。家教什么意思啊？那什么意思？家教挺……他说他家教很帅，所以他很快乐，是吗？这跟爸妈有什么关系啊？反正都快乐。不，有的时候家教很好看，是你爸爸快乐。你继续，我们绝不再打断你了。哎，所以孩子本来就是一个懂得自己找乐子的一种奇妙生物，在富的时候他有办法快乐，在穷的时候他也总有办法找出快乐。各位父母，你们真的不用担那么多的心。坦白说，你问我穷的时候我有没有失落过，有没有伤心过，有没有难过过，绝对有。可是我的伤心跟难过从来都不是源自于我家里没钱，而是我父母因为家里没钱，觉得亏欠了我。我妈有一次她加班，因为担心我们3兄弟不够钱花，也是加班到累瘫了。然后结果进了手术室，手术结束以后，她第一件事情做什么？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永开，对不起，就下个月的那个零用钱可能会给少一点。”真的很对不起。当时我心情是很沉重的，就你妈，你给我一条命，已经对我是莫大的恩赐了，你为什么跟我说对不起呢？为什么一个父母会仅仅因为自己家里没有钱，自己暂时时运不好，结果就亏欠了孩子呢？为什么你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孩子从来都不介意家里有没有钱，孩子介意是父母到底开不开心。对，好的。如果父母不开心，就算家里再有钱，我也不开心。可是如果父母可以开开心心的每一天，我家里再没钱，我也可以活得很开心。所以在这里，我要向电脑前的妈妈说一句话，就我知道家里现在可能很困苦，然后这困难可能要过一段时间，但是请你相信我，我活到这把年纪了，我可以自己养活我自己。那我对你的爱从来都不会因为家里的钱减少而因此而减少。我爱你，谢谢。哦，奇袭新赛制，奇袭为1v1单挑环节，当一方奇葩对另一方发言忍无可忍时，可选择发动奇袭。每场比赛每队各有1次机会发动奇袭。我在20多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去了武汉市的一家孤儿院，我想去收养一个孤儿。然后孤儿院的老板衡量了我家庭的经济情况之后，说不好意思，你不能来收养我们这里的孩子，因为你的财务状况没有达到国家法定的最低标准。我想请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孤儿院宁愿那个孩子没有爹，也不愿意让没钱的我去当爹？为什么？我不懂他们的考量是什么，可是我想今天的辩题是没钱要不要生孩子，而不是没钱要不要收养孩子。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的孤儿院在孩子收养和领养的过程当中都有鲜明的财务状况调查，而且在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都有法律的规定。你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各国都有这样一个规定？就是如果你钱不够的话，甚至领养一个都不允许，为什么？我可以给你一个答案，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生孩子，大家都会认为生的儿子父母都很容易比较爱，所以因此他们不介意你有没有钱。可是收养孤儿的话，因为你本身不是你亲生儿子嘛，所以他们才要衡量你经济状况。要给一个基本的说得很好，这个点好锐啊！说得很好，他告诉了我们在养一个孩子当中财务状况的重要性，这点你听不出来吗？收养孩子和生孩子的区别听得出来吗？如果可以选的话，你是希望在你人生当中没有钱的那个阶段生孩子吗？还是有钱的那个阶段生孩子？我会在我最爱他的时候生。是哪一个阶段？最爱他。最爱他是哪一个？是比较偏没有钱。我有可能在有钱的时候爱我孩子，也可能在没钱的时候爱我孩子吗？你干嘛要强迫我呢？没有，你一直站在一个孩童的视角在看这个世界，它很美好。但是我相信时间会给你答案，因为你刚才所有的想法，其实我20多岁的时候也有过，但没有关系了。我觉得此论目的达到。奇袭结束，谢谢两位请坐。
非常好的抵抗奇袭的方式，一再的用各种立场来扰乱发动奇袭的人。可是，在扰乱对方的时候呢，同时自己也掉进去了一个态度当中，就是只要有爱，那是最重要的价值。我们今天不是在辩论我们该在有爱的时候生孩子，还是在没有爱的时候生孩子哦。所以你也搞错辩论的题目了。这是补刀吗？当然是补刀啊！但是对方刚那个错误观念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你是亲生父母，哪怕你没有钱，你会用你的方法。哪怕从你嘴里抠出来，从身上扒起来，你让你的孩子过得很好。但是你收养的话，你告诉我你有什么能力来养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已经受到了伤害，他出生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爱了。你标准是不一样。不，金姐，其实是这样，你刚才说的很对。其实没有钱的情况之下，抠出来、扒出来，也可以把孩子养大，对了，也可以让他过得很好。对。但是这份爱从一开始就太沉重，这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背负了很多他原本可以避开的包袱。这个话题好像貌似是从家长角度出发的，但其实更多的是针对那些准备要结婚生孩子的人的一个提前的考量。所以他其实不是面临着说你有孩子的时候你要还是不要，而是说我的人生规划里面，在我事业没有成功或者没有那么多钱的时候，我要不要生孩子？好，我们继续啊，潇潇是吗？好。刚才大家说了很多孩子的感受，其实我们今天辩题是没有钱，我们要不要生孩子？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去当这样的父母？说实话，我不想当这样的父母。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希望选择权在我。如果我有钱的话，他到底是我给他买 PS2，还是他到隔壁家去玩 PS2？选择权在我，你懂吗？他到底生下来，他的人生是困难模式还是简单模式？那是由我来决定的，选择权在我。说实话，我不希望我的儿子有一天在电视上告诉我说，有一天我的爸爸含着眼泪告诉我，儿子，你下个月生活费没有了，那样是对我的一种折磨。原谅我的自私，永开，我觉得你很懂事，但请你原谅我的自私。如果我没有钱，我不想要孩子。刚才几位老师都说不要把爱扯进来，但说实话，你如果没有钱，支撑你陪伴一个孩子、养育一个孩子是什么？只有爱。刚才我们的汝如说到，如果你没有钱的话，你没有时间去爱你的孩子。但是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没有钱，父母的爱很容易无力，你们懂吗？我们都说爱是很牛的一个东西，尤其是父爱母爱，它陪你度过千难万险。但这个世界上有谁会像我一样爱他？没有了，只有我，因为我是他的爸爸。如果他长大了，你确定吗？我确定。可以有的，可以有的，现在可以有的。OK， 发动奇袭我只是说也可以是妈妈这个。他一个人无性生殖啊。哎呀，妈说完啊，说完。如果我的孩子长大了跟我说，爸，我想学钢琴，那这个时候我可不可以去拜托钢琴老师？我说，老师对不起，我爱我的孩子，但是我没有钱，能不能拜托你像爱我一样爱这个孩子？你能不能不要收他的学费？如果他长大了想读名校，我没有钱，我去拜托校长，校长不好意思，我没有钱，但我爱我的孩子，你能不能像我一样也爱一下我的孩子，让他读一个书，可以吗？所以我告诉你们，如果我没钱，我生孩子，你们以为会有天使替我爱他呀？OK。我告诉大家，我一个最简单的观念，我不说什么高大上的东西。我不想生孩子，很简单，我不想因为一个孩子降低我的生活质量。虽然因为我没钱，本来就没什么质量。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大学同班同学，曾经一个女生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花枝招展，生了孩子之后，生活过得清汤寡水。有一天，我陪她去商场给她的女儿买东西，她花了5000块钱给她的女儿买了一口锅。这个锅是用来干嘛的？给奶瓶消毒的啊！而这个时候，我的朋友他连一条500块钱的裙子他都舍不得买，你们知道吗？他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如果我不买这条裙子的话，一个锅盖出来了，你们懂吗？包括我妈后来看到这个女生都说：“哎呀，你看圆圆现在当妈妈了，长大了，怎么这么懂事儿啊？”我告诉大家，你们别觉得懂事儿是一个褒义词。人为什么懂事儿？是因为环境所迫，没有别的选择，他必须懂事儿。好，我年轻的时候，
我没有钱，我要了一个孩子，我割舍我的一切欲望，我割舍我的社交，割舍我的朋友，我老老实实去工作，我去赚钱，我懂事儿。好，我的孩子长大了，他最好像永开一样，他懂事儿，你们懂吗？他如果像永开一样懂事儿，他不能向我提出任何我能力范围以外的要求，那他就是不懂事儿，他就是不孝。所以呢，别人一家3口是和和美美、幸福美满的一家子，我们家是无比懂事儿的一家子。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我不生孩子的原因很简单，我不希望生了一个孩子之后，他降低我的生活质量，同时我希望在他成长过程当中，我面对我的孩子，我理直气壮。就算我没有办法给他一个拼爹的资本，我也不希望他因为我只能去跟人拼命。谢谢。七夕了，哎，不是我插一句，你玩 PS2 吗？没玩过。对，我也说你肯定是没玩过。小时候喜欢踢毽子，但是不。从小是喜欢踢毽子，现在变得这么贱是吧？这个好。他刚刚整段都讲得非常好，可是有一句话一直在我脑中回旋不去。就是他说孩子出来看到他爹长这个样子，我脑中在想说，我若生出来看到我爹是这个打扮的话 ，OK 了，也不配，好吧？我希望你当爹以后还维持这个打扮的风格。哎呀，不想当爹累。你是被齐溪了是吗？啊，我齐溪他，你齐溪他。对，秀珍你请。特别简单一个问题啊，你刚才说呢，你不想生孩子，就是不想降低你自己的生活质量，对吗？好，请问你要多有钱，生了孩子之后才能完全不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很简单，就像如如说的，我不需要每天为生活所迫，我必须出门的时候，必须出门赚外快，所谓的灰色收入的时候，OK 了。OK， 没问题，你有钱，可是你总得在家稍微陪一下他吧，不能泡吧了，不能和朋友喝酒了，你生活方式始终是要改变。所以看到吗？他是不生孩子，跟有没有钱没有关系，他就是想维持自己原来的生活状态嘛。我告诉你，很简单，为什么？就是如果我有钱，我生了孩子，我不用割舍掉我很多的欲望。比如说，我买那个锅的时候，我还可以买一条裙子，你知道吗？当然，我朋友啦，我朋友，我不需要割舍我这个欲望。你只听到我的朋友她做了一个妈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1年多以前，她没有生孩子，她还是一个少女。你让一个少女一下子割舍掉所有的欲望，不能穿高跟鞋，不能买高跟鞋，不能买裙子，其实很不人道的。好，没问题。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那个朋友自从生少女变成了一个少妇之后，她自己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她以前晒自己的自拍，对吧？还要被你们吐槽。现在她可以放心大胆的晒自己的孩子。请问他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我告诉你，他现在为什么他不晒自己的自拍了？因为他连化妆品都买不起，他素颜不好意思上镜。好，没问题，没问题。我明白了啊，待会儿我接着说，好吗 ？OK。那我们就跟他说不清楚。是不是有一种秀才遇到兵的感觉？没有啊，哇，潇潇，你得到了最高的恭维，就是跟你说不清楚。不然你以为我怎么走到今天呢？我很快的问潇潇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是想要孩子，前提下只是因为现在没钱，对吧？那比如说10年之后你还是没钱呢？那个柳岩姐是这样啊，因为就是说，如果我现在这个阶段没有钱的话，很简单，我还年轻。你觉得你未来一定会有钱，对不对？其实我现在挺有钱的，告诉你。哎呀，所以说他有钱也要买裙子啊！对他这个情况不一样。我的意思是说，很多人觉得我现在没钱，但是大家年轻嘛，我坚信我10年之后、我5年之后一定有钱。可是说不定你5年、10年之后不但没钱，还比现在更穷，那你一辈子都不要孩子了。你那时候想要孩子都老了，都生不出了。我们今天这辩论题目讲得很像什么题目？就是如果我们要考高考了，我们是不是等到我们书都念完了，我们再去考？理想的状态，正常的学生都会说，我希望我把书都准备好了，我功课都温习好了，我才去考高考。可是高考来了以后，我还没念完，我也得去考。所以你刚才说，万一日后也没钱，万一过了20年还是没钱，那怎么办？那就是念书没念好，功课没有准备好，可是高考的日子还是来了，他还是会去考的。所以我们今天讨论是理想的状态。可是他生不出了。真的，你等到10年、20年，长死了。真的。其实这请教一下，长死了我听不懂。就堵住了。堵住了呀。真的好多人生不出是堵住了。长死了呀。该出奶的不出奶。你们，我发现
我发现你们2个人真的特别爱谈技术问题。那这样我就问一下，你先说哪儿堵死了？我跟你讲，真的，现在很多女生哪儿堵住了，哪儿长死了，输卵管堵住了。对呀。哦，我想多了，我想多了。我觉得自从有了奇袭这个设计之后，大家都疯了，就疯掉了啊！就这样。好，那我就承接着刚才往下说，潇潇呢有没有钱跟他选择毫无关系，他无非就是想维持现在自己这样的生活状态。不信你问他，好，我现在就给你1000万，你生不生？要生。他犹豫了，还不要了，他犹豫了吧？生不生跟钱没有关系。好了，刚才前面2位呢说的是，我要把爱和那个钱绑定在一起，为什么？很容易理解，因为你想给你孩子最好的东西嘛，对吧？这没有错。可是你要弘扬你这种大爱，首先你就得有一个孩子。那吊诡的地方就出来了，对方以爱之名却剥夺孩子的存在。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就是说我不能给你最好的，我就干脆连条命都不要给你。不对，不能替他做决定。那我就想顺着问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现在过的日子也不是你想象中最好的吧？你为什么不去死一死呢？所以，真的，对，真的有没有钱啊？好多时候只是一个借口来的。潇潇说的一句话是对的，他不是怕亏待孩子，他是怕亏待了他自己。这是一种十分自私的想法，跟有没有钱没有关系，是他还没有长大。可是有一点呢，我觉得是需要承认的，就是不管你有没有钱，有多少钱，一旦你的孩子出生了，你立刻会觉得那些钱不够花。也就是一旦有孩子，你立刻就会觉得没有钱。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爱你的孩子，爱就是这样一种不计一切的投入。无论你给了他多好的东西，你都会觉得不够。你给了他澳洲的奶粉，你就会想他有没有更好的东西可以给他。没关系，有这种想法，有这种欲念非常好，记在你自己的心里，因为只有如此，孩子才能成为你拼命去挣钱的最大的动力呀。所以生孩子的时候没有钱不要紧，你们想一想，王思聪，你们的老公王思聪，他1988年出生的，那个时候他家也没有钱，那时候他爸是一个什么区政府的办公室的副主任，那个时候一个公务员能有多少钱的工资？肯定没有钱。可是1988年，就在王思聪你们老公出生的那一年，他爸还干了一件事儿，就是他砸了自己的铁饭碗，下海了。所以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他爸呢就成为了中国首富，为了孩子反而更有钱了。对，然后王思聪呢就成了你们的老公，对吧？所以没钱不要紧，没钱可以去挣的。如果说爱情让一个男孩成为一个男生，更有赚钱的动力。是的，更有动力。那孩子就可以让一个男生变成一个男人，男生，对吧？为了耍酷去抽烟，可是男人可以为了省钱去戒烟。男生为了义气去打架，可是男人为了家人可以隐忍。男生一时高兴可以千金散尽，可是男人为了自己家的千金是可以斤斤计较，到朋友都嫌弃你，你也在所不惜的。女生其实所以说呢，这个有没有孩子跟有没有钱，其实真的没有多少的关系，你可以去挣的。而且与那些一开始就有钱的家庭相比较，你作为一个从零或者从比较低的地方开始奋斗的人，你能给你孩子的礼物还多了那么一份，那就是让你的孩子亲眼目睹着你为了他去付出、去拼搏，这是什么钱都买不到的。谢谢。说得好。我们又赶上了一场特别心里没主意的观众，这个红蓝键在这边刷刷刷，跟那个下雨天的雨刷器似的在这转。陈明 ，OK， 刚才秋晨说了很多，我算是最后已经听明白了。其实2位老师也总结了嘛，就是动力。我一听我才意识到，这才是真正吊诡的地方。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说生孩子是挣钱的动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了孩子之后，我就会要努力去挣更多的钱，干什么？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成长的环境，对不对？是什么意思？他们也很希望孩子在一个有钱的环境下成长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对。所以他们是认同我们观点的，是希望有钱了生孩子会更好的，要不然那动力从哪里来？我来告诉你，真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对方刚才说的就是真的很唯美、很天马行空的原因，后面2位就是因为你们真的没有过一个孩子。我告诉你，挣钱这件事情需不需要动力是需要的，但是挣钱这件关键根本不在动力，在能力。今天在座100位观众，你们谁没有挣钱的动力？举手示威我一下。动力也很重要。挣钱这件事情，动力其实人人都有，但你知道能力这个东西关键在哪里吗？挣钱其实最关键的是时间和精力，他需要去锤炼自己挣钱的能力，然后去挣钱。我的观点其实非常简单，其实没有钱应该努力挣钱，而生孩子这件事情跟挣钱 totally 的是南辕北辙。我的女儿她是2014年6月7号出生的，我非常真实的给大家呈现一个刚刚生完孩子的父母的生活。孩子在刚开始生下来的半年到1年当中是要吃母乳的，2到3个小时孩子会饿一次。每天晚上，一个刚刚生了孩子的妈妈在半年到1年的时间里的喂奶频率是这样：9点半左右以后就要睡觉了，9点半要先喂一次，2个小时，11点半喂一次，1点半喂一次，3点半喂一次。 5点半喂一次，7点半喂一次，上班。晚上孩子会饿了，他就会动，他就会哭，就会嚷嚷。每天晚上的睡眠就是动一次，喂一次，动一次，喂一次，动一次，喂一次，这就是生活，你知道吗？但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生活，而且你知道喂一次奶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喂完了还要花半个小时把他哄睡着，所以呢，每天晚上基本上就是2小时醒一次，醒一次1小时。 想象一下，这个妈妈这头1年的是怎么睡觉的？但如果在座的各位男士觉得这就是妈妈的工作，辛苦的是妈妈，你就错大了。不可能有一个妈妈每天晚上醒这么多次喂奶的时候，看到爸爸在旁边鼾声如雷，心里还会很平静的。所以所有年轻的妈妈一定会啪一脚把爸爸蹬起来，说那个爸爸拿尿布、烧开水、倒奶瓶、开灯，然后给孩子换一下衣服，然后就你会看到一个。这个跟有钱没钱没关系，有钱你得喂奶呀。它会影响挣钱。从我本人来讲，前半年的时间，我基本上没有睡过一段在5个小时以上的觉，没有。 我老婆就更不用讲了，所以朋友们，如果你生活当中白天看到一对年轻人双目无神，然后行尸走肉的到处晃，他们可能刚刚生完孩子。我想说的关键在哪里？你发现没有？挣钱是需要时间的，挣钱是需要精力的，挣钱是需要你投入的。生完一个孩子之后，在接下来1到2年的时间当中，这个对年轻妈妈的挣钱能力会得到非常大的削弱。我根本没有提花钱和开支要增加多少。 一个讨论要对屏幕前的观众可能有一些启示作用。今天有很多年轻的爸爸和妈妈他们在听，他们刚刚结婚，也许他们要选择要一个孩子或者不要一个孩子。我方希望给大家一点的注意，就这么简单，就是因为人生有20多岁、25、6岁、27、8岁、31、2岁，有很多不同的阶段。如果可以选，如果真的你可以选，我个人的建议是，在一个 你真的经济会稍微充裕一点，在一个你稍微有钱一点状态下去迎接这个生命，你会更幸福，孩子拥有更多无限选择的可能，整个家庭都会更甜蜜。谢谢大家。好，谢谢陈明。好，来，我们进入自由辩论的阶段，2排的人也可以开始发言，谁先开始？乙方的立论破坏了基因的多样性，直接影响了人类的延续。 咱俩又回到去年决赛的时候。不要让人家坐下，不礼貌，跪下。你给我躺下！我现在跟你上。好，什么意思？刚才秋晨他们理的已经很清楚了，对方3个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想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坦白说，只要你生了孩子，你就算是王思聪他爹，你也经常得给王思聪擦屁股，你的生活模式也经常被改变，生活质量时不时也被他的小绯闻下降那么1、2下，对不对？不是他爹擦屁股，你那么高兴干什么？你看你那个表情，真的是。嗨，还不是因为他不是我老公。你们支持的是任何情况下都不生孩子，他跟有钱没钱没关系嘛。好，现在开始讲我方立论。我们好在什么地方？不是因为我们心中大爱，明白吗？而是因为什么人和什么人在什么时候能生下一个什么样的小孩，这个小孩在什么样的时机下获得什么样的教育，得到什么样的机会，最后变成什么人，根本不可控，明白吗？帅哥美女的结合，一定不会生出丑男吗？不可能吧，对不对？有段时间你们很流行网上晒父母年轻时候的样子，对不对？跟你们的自拍一对比，总觉得自己不是亲生的吧？因为基因组合不可控，就是你父母超漂亮，你可能丑得一塌糊涂；可你父母超丑，没准你以后长成吴彦祖，对吧？那就得查一查了。好，你父
母都是天才，这种优势基因组合在一起，不好意思，没准他们最平庸的部分重合了，对不对？你是个傻子很正常啊。有没有大学双高知生下个孩子连3本都考不上的？高晓松。他就是典型的基因组合失败，知道吗？从形象到智商。你不能人家不参加第2季你就这么记恨，谁让他不来的？聪明、财富、智慧都不可遗传，对不对？你给你孩子最好的一切，他未必享受得了啊。可是按你们的说法，没有钱就不能生孩子，那蠢货也不应该生孩子，因为你们养不好，对不对？丑人也不应该生孩子呀，因为你们孩子生来丑，从小受歧视啊。你都不是最好的你凭什么要求你的孩子是最好的孩子呀？按照你们这种理论，这个世界上不会有莫扎特，因为他们家超级穷。哥们儿为什么4岁就会弹钢琴，挣钱养家？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这个世界上不会有梵高，家里穷爆了，而且一辈子都很穷。你已经讲了2个早死的天才了。所以我现在讲的不是这个人幸不幸福，而是这个世界上会出现多少种不同的人。人类一旦开始搞优生学，人类就会变成什么？配种社会，明白吗？只允许最好最棒的人活着，只允许最幸福的人活着。生育权我们没有。到最后，只剩一点，在座的各位，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各种的缺陷，发现我作为一个父母不配生，我作为一个人不配活，没了。陈明，对，好，我觉得必须要解释一下了。其实薇薇姐你刚才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今天跟我们今天谈的完全是2码事情。薇薇姐刚才已经反复讲了，说基因什么东西都不可控啊，生孩子的基因我们没得选。是的，如果先天的东西我们父母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要不要改变一下后天的环境？做爹妈的基因到底是什么？是上帝说了算的话，那他成长的那10几年的路是我给的，我能不能尽一点力呢？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他从小家庭其实并不是很富有。我的这个朋友，他坚韧，他细腻，他善良，他的目标感非常强，我非常钦佩他身上这种闪光的品质。但他与此同时，他身上也有一些其他的特质，比如说他其实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隐隐的会有些自卑，以及跟随着自卑所无法抹去的有一点点矜持而脆弱的自尊。很多时候我们朋友聊天聊到他家庭的时候，他会突然就是生气，然后我觉得我们只是开个玩笑嘛，他真的会翻脸的。这是一个普通人，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普通人。后来我学了心理学才知道，薇薇姐，你刚才说什么东西，它后天会发展成什么样子都是未知的。No， 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专业术语，叫做未完成的愿望之魔咒。童年的时候，未完成的那个愿望，对你未来人生的路的影响远远超出你们的估计。如果一个孩子在18岁之前，在他所有的童年生活当中，他最缺的是自由，父母管得非常严的话，他未来的一辈子，他人生努力的最高价值就是为自由而奋斗。如果他在为童年的过程当中，他最缺乏的是爱和归属感，他未来所有的价值排序当中，爱和归属感就在最前面。如果一个孩子童年当中最缺的是钱的话，他的人生之路会把物质财富的累积作为他所有价值排序中最重要的那个部分，这没有什么错。每个人都有自己努力的东西，有的人追逐自由，有的人去追逐自己的物质财富。但是我作为父母，我绝对不希望我的孩子在他18岁之后，把赚钱作为他人生最大的价值和意义的那个载体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在18岁的那18年当中，做爹的我，不能给他一个稍微充裕一点的童年。我不希望他在未来整个人生的目标就这样被18年前的我无力的从一开始就设定。我不希望看到开头的时候就想到结局。这就是为什么我没钱的时候不愿意生孩子的原因。谢谢大家，谢谢。在我们现场观众进行最后投票之前，我们要开始引入我们今天3位最重要的团长来发表他们各自的意见了。这样，你们2位要不就先让柳岩先。我先说吧，先吧，是代表战队。对。在父母的心目当中，你最大的孝顺就是让我看到你成家，让我看到你立业，让我看到你有孩子，这一切代表你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中国人的价值观
并不是你有钱是最幸福的，而是你有一个完美的家庭，那是最幸福的。据我对我自己父母这一辈人了解，可能这个时代又变化了，但是对我父母那个时代了解，我们是这么认为幸福的。你想不想要孩子，其实跟钱是没有绝对的关系的。我给大家演练一下这个情景吧，就比如说马东老师，咱们俩结婚了，然后我告诉你，我说，好的，我同意。马东，我没钱，我不想要孩子，但实际上结了婚以后怎么还能直接叫名字呢？东，哎，我们现在没钱，咱们不能有孩子。但我表面上说这是个借口，我真实的理由为什么不孩子？我告诉你，第一，东，我想要2人世界更多一点，我不想要第3个人出现，这样会更好。我保证不找小三儿。这是理由1，理由2就是。东，我其实结婚前骗了你，我真的不喜欢小孩，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小孩，所以我不想生。还有一个更残酷的事实，东，我不是不想生孩子，我是不想跟你生孩子。对。所以，当男人们听到自己的配偶跟自己说，他讲了半天就是为了讲这一句。对，跟自己说。我没钱，我不想生小孩，这一定不是一个女人真实的想法。生儿育女其实本身是幸福的事儿。非常好。我除了最后那一句，其他都没记住。好，蔡团长，奇葩说是一个做给年轻人看的节目，所以我们讨论年轻人的价值观。我们不讨论1960年代末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社会气氛啊，因为我必须要跟你讲，就是1960年的时候没有网络。所以那时候大家都穷，那时候并不觉得穷是一个障碍，是一个巨大的压迫。可是现在的小朋友活在一个叫王思聪为我的老公的时代。王思聪是如何成为全民老公的？因为他们家那么有钱，哈。所以当你们在叫王思聪全民老公的时候，却要摆出另外一副面孔，说钱没有爱重要的时候，我觉得很尴尬。就这太为难我们这些看奇葩说的90后、00后的这些小朋友了啊！所以我要先讲一个我的体会，就是我在网络上写了这么多的文字，每一次我一讲到说金钱对人生有一定的程度的重要的时候，它的认可度跟转发量一定非常低。可是我一讲到跟浪漫、跟爱、跟理想有关的文章的时候，转发就非常高。人对于金钱，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跟环境里面，我们感受到了金钱巨大的压迫力，可是我们不想讲这件事。我们假装我们不被金钱所操控，可是其实我们被金钱所操控。所有的父母亲他们在存什么东西？他们在存叫做教育基金。干嘛存教育基金？因为让小孩受教育，他们要存一笔钱。你有听过父母亲存爱的吗？父母亲不用存爱，因为爱本来就在那里。所以刚才这一对一直在讲爱超越金钱之上，这是不用讨论的事情。爸爸妈妈对孩子本来就有爱，没有爸爸妈妈为了养孩子先存好一银行的爱去准备养孩子。存教育基金就是为了这个基金是为了养孩子要用的。如果还有一个诚实的节目，那就是我对于奇葩说的期待。奇葩说是一个诚实的节目，如果连奇葩说都堕落到说我们爱钱，我们却假装我们不爱钱，那我们就在世界上找不到别的节目能够说实话了。马薇薇，我跟你讲，你把事情扯到优生学去。我如果是爸爸，我今天在胎儿时期知道我的孩子有水脑症，有不能行动的瘫痪症，你问我要不要让他生下来，我站在不要优生学立场，我必须要支持说我们应该让他生出来。可是天知道天下父母心，没有一个爸爸妈妈会忍心让孩子到世界上来受这样子的苦。你说莫扎特、梵高，那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天才。我作为一个人类，我非常高兴历史上有过梵高，有过莫扎特。可是如果我是爸爸，我真的不忍心我的孩子是梵高跟莫扎特。我不要我的孩子那么小4岁就到宫廷里面去弹钢琴，然后被那些国王吓到发抖。这个不是一个爸爸妈妈想要的态度。所以爱是不用谈的，爱在那边。我们谈的是金钱，我们爸爸妈妈能够唯一做的准备是金钱的准备。这就是我方今天的立场。好了，来，我们留给金姐。我觉得其实我们辩论了半天，关键是你这个标准在什么地方。拿我个人来讲，当我收养我孩子的时候，我没有钱，我也没准备。当这个生命敲门的时候，我不能拒绝生命，我就开始了。然后我能走到今天为止，完全这个3个生命给我的一切的动力。
我应该给我孩子送什么样学校，什么样学校，他要穿什么衣服，吃什么，穿什么，是你们大人的一个标准。孩子的快乐，我觉得还是你对他有多大的关注。那个潇潇说，那个一个少女以前可以花很多钱买裙，现在买了个锅，但你知道吗？那个幸福感，她认可不买10条裙，她买锅的时候那个幸福感啊，是完全是不一样。她那个幸福感是由于孩子给带来的。陈明，你的幸福感，女儿给你和你太太带来的幸福，远远超过你对抱怨几个小时喂奶，你心甘情愿的。心甘情愿的，人丁兴旺啊！看那个幸福感呐、大家觉得都值了。我们现在没钱，我们全家人都是值的。说这个幸福感，我觉得这是拿钱任何衡量不了的。我赞同奇葩说应该说实话，给很多年轻人说的，你有钱你再生孩子，你有个很好的保障以后。但是世间事情变幻莫测，你今天可能有钱，现在有生孩子了，可能这个孩子生完了以后过两年你破产，什么都没有了，那个时候怎么办呢？你面临一个新的话题。所以说，生孩子随缘吧。而且我还回到我那个观点上讲，当你有孩子的时候，赶紧要，用你的能力去爱他，给他一个生活环境。等你有了钱了，想要孩子的时候，老天爷不给你的时候，哭着喊的又那个管儿，又这个管儿。这个也是事实，还真是。对，多少有钱人现在哭着喊要想又借腹生子的多少啊！你能生的时候你干嘛？你只有一个生育功能，是你不生。啊，那是光挣钱了。哇，等你都有了钱了，功能全衰退了，完接着别人的肚子生孩子，有毛病啊你！奇葩说录到现在，金姐开始发力了。好，我们现场观众，请做出你们最后的选择。这个时候赶紧把我们的广告念一下。第一位是喝了才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谢谢雅哈。你发现我们在奇葩说这个现场，吵归吵，骂归骂，到最后其实都是一个愉快聊天的环境，是因为上场之前我们掐着脖子，一人灌一罐雅哈咖啡啊，喝完了才能愉快聊天。第二个是狂拽炫酷，上一期广告词是狂拽炫酷。炸天的，在柳岩面前，你不好意思念那个字吗？就是狂拽炫酷那儿炸天的。什么叫那儿炸天啊？那儿自然选择是吧？没有栏目组的人拿枪拿刀逼着你们选择了这个立场，我能这么说吗？颜如晶，你有没有搞错地方？颜如晶，你还没装轮胎呢，你就要备胎。你跟大家瞎起什么哄啊你？对呀，你见过一个没出厂的车先生产备胎的吗？好吧，你真心的要在这边吗？好的，来，既然双方的自然选择没有任何胁迫，我们也就放心了。让我们开始这一轮的辩论。首先是正方只有33票，所以更具攻击性。谁先说？我先吧。我们讨论今天这个题目之前，大家这么多人为什么觉得不要备胎？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备胎这个定义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摸着自己的良心，也就是左胸的位置，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谈完恋爱之后，我可不可以有异性朋友？应该是可以的吧？这什么年代了？那第二，这些异性朋友里面，能不能有一些我觉得还挺顺眼的？这也很正常。我看他不顺眼，我怎么可能跟他做朋友，对不对？我这人不可能口味刁钻到我女朋友是林志玲，但是我其他女性朋友全部都是凤姐，这很奇怪嘛。那 OK， 第3点，这些我看起来还蛮顺眼的异性朋友里面，允不允许他们对我也挺有好感的？这件事情你管不着，你看到没有？如果这3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是的话，那这个你还挺喜欢，他也对你挺有好感的人是什么？就是备胎咯。所以备胎其实它不是奸夫淫妇，也不是小三，备胎的准入门槛，他的行业资格是非常低的。什么意思？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如果我没有跟现任在一起的话，我会去搞不好考虑一下跟他在一起试试看的。如果你环顾你的朋友圈，居然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存在，那你为人未免有点太失败吧？居然奇葩到除了你男朋友，没有人喜欢你。OK， 那不准有备胎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也就是我今天不允许你对其他人有好感，我也不允许别人对你有好感，所以会怎么样？你的朋友圈里面异性朋友除了我，其他人都要是歪瓜裂枣。你跟吴彦祖谈了恋爱，你剩下来的男性朋友选择范围大概就只有王宝强。如果你跟王宝强谈了恋爱，你不能有男性朋友，你懂吗？我们会希望你是白雪公主，什么意思？你的男性朋友除了白马王子就只有7个小矮人，
差距非常悬殊。但是大家看见了没有？在你极力去排斥备胎，要求对方不可以跟任何有好感的人产生接触的时候，你实际上要求什么？你的伴侣必须对他每谈一次恋爱，就对他朋友圈做出一次大清洗。曾经相熟相知过的那些朋友啊，什么同事呀、学姐啊、学妹啊，不好意思，从我谈恋爱的那天开始，你们当我已经死掉了好了。我最好是从此浪迹天涯、居无定所，这样子不会跟任何人产生长久的感情接触，这样子最安全。可是大家想清楚一件事情，我谈恋爱跟你在一起是为什么？是因为你是我众多选择对象中挑到最好的那一个，而不是因为你是我唯一的选择对象。而当你要求我斩尽所有的备胎，只能你是唯一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自己否认自己的优秀，你知道吗？你要我为了你这一棵树砍尽整片森林，可是你不愿意相信你是我茫茫林海中精心挑选的那一颗。你要我为了你这一滴水淘干所有的海洋，可是你拒绝相信你是我弱水3000里面情有独钟的那一瓢。这又是何必呢？对不对？这个世界上的爱有很多种，好的爱能够让你透过对方去看到整个世界，但是不好的爱是怎么样的？是给了你整个世界，到最后只剩下了一张双人床。我们没有必要活得这么狭隘。备胎其实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我们平常心对待就好。谢谢。哇！胡天乙刚才咔，这个逻辑非常之严密哈。我们看看反方谁先来？太严密了，开玩笑。你我说他。首先第一点要讲了啊，我非常恨这个辩题。今天讨论这个辩题是为什么呢？要不要有备胎？开玩笑，我们这种连正胎也没有，真的是。你们有没有怪胎？你们这种还跟我说要不要有备胎，这叫浪费资源，你知道吗？好，回归正题。好，什么车才需要备胎啊？破车。什么人需要备选？烂人。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部车它为什么有备胎，它没有备大头灯，它没有备方向盘，它什么都备，只备备胎呢？因为这个胎的危险系数最高，对不对？容易爆。你的伴侣是多容易爆啊，充气的。最近有些感悟啊，就其实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谈恋爱了，突然来这个题，我一下有点。有多久？有3年没谈恋爱了，空窗了3年，所以还要再说一点啊，就3年也没什么嘛，对吧？啊，咱们继续。该堵的堵住了。前2天刚刚查了卵巢排卵量好的很的，告诉你，老子抱着呢啊！是块绝对不是盐碱地，我告诉大家。没见过老子能排卵的。来跟我这块田，我绝对让你轻轻松松的上路，你们放心啊！好，我们来谈个耗损量的问题。很多人为什么我们说不要有备胎？当你有了备胎之后，你很多思想就会产生了变化。就像我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没有第2次选择了。我死的话，我就真死了。我的哈利路亚，我要见上帝去了，是不是？但是如果我知道我有第2次活下去的机会的话，我会怎么样？打个比方，我要有备胎了，是不是？那我就开这个踩刹车，拼着老命的踩啊！我要这耗损量算什么呀？好好的耗，给我好好的开。放心好了，你磨坏了，抓地力不差了，我把你换了，我还有个备胎。谈恋爱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我跟我男朋友吵架了，我有备胎呀，我怕什么呀？我也拼着老命的吵，告诉你，我就看你能不能忍受我，看你到底有多爱我。你不够爱我，能给我忍着。你走就好了，拉倒，才能老子有备胎。我告诉你，有本事你走呀你走。但是我现在没有备胎了，我只有正胎一个，他要真走了，老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婚呢。哎呀，我的天哪，终于有人出现了，我得好好珍惜他，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耗损量的问题。当你有了备胎之后，你的耗损量会增加很多，因为你不担心了，不担心他会报废了，不担心他会离开你了。这种爱情的态度是不正确的。第二，我要讲一件事情，
提醒着各位在电视机前做备胎的，还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的不得了，我好伟大。为了爱情，我默默的守候，我活好还不粘人。你男朋友出现了，老子还得让，是不是？给你打电话，哎，不说了，我男朋友回来了啊，就这样，啪，一个人默默的流泪，发2个信息，么么哒，傻不傻呀？你说？啊，你爱他，他爱他，你说他瞎你也瞎，你俩大傻叉。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做别人世界里的备胎。像我是拍戏的，我是个演员，我要做女主角，看着我的脸都像配角，是不是？但是告诉你，有一天我就能做成女主角。还有那些电视机前的特别棒的备胎们，别找他们那些烂人啊，来找范甜甜做我世界里的真胎。谢谢大家。哇，甜甜太精彩了，尤其是要当女主角的这个，真的是哎呀，看得我这个眼泪都下来了，真是太好了。这个我特别同情那个导演，真的啊，真的是他瞎你也瞎，你俩打。好吧，我觉得对这样的这么一个烧胎的人，咱们也别打断，来继续吧，谁来？那下一个前来送死啊！就在甜甜姐后面压力特别大啊，但是那个我就接着你说这个备胎之路吧，我从备胎的角度来说一下这个问题。你也当过备胎啊？对。我当过备胎，我当过备胎。哦，什么车？特好的一辆车啊，好车。然后我想说的是，我不觉得我傻，也不觉得我瞎，但是我当时做备胎做的还挺开心的。中国好备胎嘛？对，刚刚那个视频里面有说，很多人觉得有备胎对备胎很不公平，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关系还行，我一直都挺喜欢他的，但是我没有跟他说过我喜欢他，是因为我觉得说了之后就会破坏我们的友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也就很正常，她交了一个男朋友。可是我还是喜欢他，因为这个感情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我能控制就是我不去破坏你现在的感情，我不去做你的小三，但是我没办法控制我对你的喜欢，我就是放不下你。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曾经是好朋友，甚至有点暧昧，然后我特别喜欢你，所以你要跟我划清界限，你说我不再能跟你做朋友了。我不要你当备胎，这对于我来说非常残忍，因为我需要时间来放下你。我很感谢他当时让我做他的备胎，我特别感谢他，因为我觉得在那段时间做了他的备胎，完成了我对他在爱情上的寄托和渴望。然后《Hunger Game》饥饿游戏里面有句话叫 "Hope is a powerful thing"， 就是希望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东西。其实人活着就是一个盼头，一个念想。一小部分的我自己，我是觉得有一天我可能会跟他在一起的，所以这个盼头支撑我过了那段时间，而且这个时间，我现在回头看是甜蜜的，我当时也挺开心的。你可能会说这样的爱情很嗟来之食，很贱，那我能说的就是我当时就是贱，特别贱，随叫随到。但是大家没见过吗？大家没见过吗？我觉得每个人都见过，对不对？而且我们哪个人没有谈过一个爱情大过于自尊的恋爱？这是我们爱情上必经之路。所以我觉得这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公平，一个愿打愿挨的事情。而且作为一个备胎，咱们都做过啊。Deep down， 内心深处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其实他不太会跟我们在一起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备胎，我知道他不会跟我在一起，但这不重要，因为我知道你能给我的不多，但是你能给我的那一点我都要。对不对？因为我就希望你不要让我离开你，你让我在你的生命里，我就想默默喜欢你，我想看着你。就像那些年里面有句台词叫“请你，拜托你不要现在拒绝我，请让我继续喜欢你”，就这样。不行，我太想过不去，太想过不去。应该是技术问题哈。
一个女孩子听到这样的骚浪贱的表达之后啊，对，她咬自己的下嘴唇，这个是什么？你咬一个。一般就是小鹿乱撞。我跟你讲，她刚才在说话的时候，那个前排一个穿黄衣服的，现在正在低头看手机的女孩，一直咬嘴唇，一直在咬下嘴唇。来，我们摄像老师给她一个特写。肯定是激动了。一直在咬下嘴唇，这是咬完左边咬右边。政府好久了，凡也给我们分析了一下他作为备胎的心路历程，我非常的感动。然后我也关你什么事儿？我也非常的心疼。我知道他获得这么多票，其实大家是为他而心疼的。如果你的那位不把你作为他的备胎，你成为了他的正室，这该有多好，是不是？这是我们期待的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但我还是很心疼你，所以我选择叛变。我选择叛变。真的吗？对啊，我选择了叛变。我太被他们打动了。你讲，你为什么要挡住我的镜头？来嘛，像我们这样比较自信的名媛，一般不甘于寂寞，所以我们需要爱情的滋润。但是我们道德又非常的高尚，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做劈腿的事情。这个时候，备胎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但是我们4位名媛告诉大家要有备胎，这只是个世界观，还没有给大家方法论。方法论是什么？我们要养胎。什么叫做养胎？你要让那些备胎们认为朋友有余，恋人未满。具体来讲，我可以跟你们在座各位说晚安，我要跟我备胎们说什么？说我睡不着。我可以跟你说我最近又胖了，但是我要跟我备胎说什么？我还是有点饿，对不对？我可以跟你们说家里面比较忙了，我跟备胎说什么？说他这周应该是回不来。对吧？这是我们养胎的一个过程，但是你要相信，我们永远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原则的人，绝对不会和备胎上床。我们不和备胎上床，但是要让备胎误以为能和我到地老天荒，对不对？所以，哎呀，你们对面实在是非常的2位蠢货，你们居然选择不要备胎，我实在是无法理解这种心境。你不要过于埋怨我嘛。我们虽然身在曹营，我们心在齐楚燕赵韩魏秦，不过这无所谓，对不对？因为我们要活得名媛一点。但就在这条通往名媛之路上，我发现了一些什么？我必须不得不抛弃一些曾经的束缚我的所谓的传统的观念、古老的观念，因为他们阻挡着我。感情里面出现了问题，最好不要解决。我甚至巴不得这个感情里面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大，好给我1号备胎以新的希望，是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当我们养胎的时候，伤的是谁？好，你就是你那位同学，你作为我的女朋友，你知道了我经营备胎的这些心事之后，你还会那么爱我吗？你不会，对不对？你不会，你抓紧走，因为我还有很多备胎等着我去爱。你会，那你太可悲了。但是请各位放心，备胎的这一说，我永远不会让你们作为我男朋友或女朋友的人知道，我永远不会告诉你们的。这些东西你已经在我枕边睡着，而他们都是我以上日日夜夜思前想后经营的爱情成功学。所以我会动用一切奇技淫巧，让你对此一无所知。睡吧，我的宝贝儿。你又回来了是吗？他从头到尾就没有真正站在对方。他就是过去，他就是过来污蔑一下这边的人，再回去是吧？泼脏水的啊。有齐溪吗？有齐溪吗？来，这个胡天宇，这个齐溪，姜思达，请起立。对。所以在你看来，小三和备胎就是在于有睡没睡的区别，是吗？所以你的心里面其实爱的那个是备胎，不是主胎。都爱博爱，这是你们倡导的价值。不，并不是。我们说的是，我最爱我男朋友，爱他，但是我可能也对其他人有好感。对，最爱，然后次爱，然后次爱。对，问题在于爱可以有一个人，但是喜欢可以喜欢很多个，对不对？喜欢和爱你自己如果没有对，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备胎要爱呢？我爱的是我男朋友，又不是备胎。如果备胎我也爱的话，请问小三和备胎有什么区别？你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话，
没有必要养这个胎，对不对？不，思达，如果照你的说法，小三和备胎只是睡和没睡之间的区别，那么今天一个阳痿的人，他就只有备胎没有小三，因为他永远都睡不到小三嘛，对不对？对，也许这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即便他阳痿，我也要和他在一起，愿意成为他的备胎，这是可悲的地方。所以思达这个时候，这个关系不是备胎和主胎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是西门庆和潘金莲嘛？亲爱的，大郎一死我就跟你在一起，是要奸夫淫妇，这哪里叫备胎呢？不，备胎是什么？备胎是主胎坏了之后，我把备胎换。对，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听我说完，或者我认为主胎已经有问题的时候，我不要解决主胎的问题，直接把备胎换上，明白吗？不，如果主胎的问题已经大到不可以修了，那换掉也是很正常嘛。为什么一直要有一个坏了的主胎？但问题在于区别在哪里？我不会主动戳爆主胎，把我的备胎给换上嘛。对。但是按照你的说法，刚刚你在陈词里面也提到了，我最好是希望主胎问题出的越来越大越好，这样我可以跟备胎在一起。这是什么？这还是西门庆和潘金莲？不对，主胎出现问题之后，我和这个人分手。我镇定，我思前想后，我再考虑新的恋情。为什么在和这个恋情当中，我必须重叠也没有问题啊？重叠的目的是什么？也没有问题啊。一个备胎是我已经认识的人，我和我女朋友分手之后，好的，谢谢，请坐，请坐。我们终于从一个严肃的辩论进入到了人身攻击的环节。哎，我太喜欢这样。我就是有一点困惑啊，就是刚才。对，就是你在举例的时候，一会儿2次男朋友2次女朋友，对，就是为什么你两边轮胎的规格不一样？就是，刚才他们两个就这个针锋相对的，这个机关枪一样的这种互扫，没有，通常我们叫死。OK， 我们这一期最后选出来的是好的，是 BB King 还是 CB King？ 你还是很适合这个节目。是刚才这两个人争论的重点就是，对方是阴谋论，他们觉得你们有备胎是你们养好的，然后准备要，然后你们这边立场觉得不可能备胎是自然而然存在，一定是苦心经营才有的嘛，是不是哈？我就是界定一下我们刚才撕的那个过程要撕什么事情。好的，如婷，你请。其实很简单嘛，刚才。我是觉得很简单啦，虽然说得很快，刚才思达讲的是一个养胎的过程嘛。其实所谓的养胎，我真心的觉得，如果他是一个备胎，是不需要养的。我没有一个人会保养自己车的备胎的，我们只会保养自己车的正胎嘛。备胎他自己坏了，他反正都是背着的，就算了吧，对不对？那干嘛去保养呢？所以思达问题很容易解决，那甜甜姐的问题更容易解决。甜甜姐讲的很简单，她说如果你有备胎，你就会拼命耗损你的正胎，因为你有备着嘛，这样你就不用怕去耗损你的备胎，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什么叫做没有第二个选择？如果一个人的一段恋情是没有第二个选择的话，对那一段恋情来讲，其实才是极度危险的。本来我是说好今天绝对不用吃的例子，但是我现在还是想讲一下。跟谁说好的啊？我怎么不知道？我跟我自己说好的，因为你们每天都讲我是吃货，本来是想证明一下我不是的。你瘦了，谢谢。讲到哪里？讲到吃货，对我就是一个吃货。那吃货有没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肯定有。这样我也还是一个挑食的吃货，我不吃牛肉，不吃鱼肉，不吃羊肉，这些都不吃。但是我最爱吃的是鸡肉。这样如果没有鸡肉吃，我把鸡肉当成我最爱而且唯一爱吃的食物的话，如果今天发现没有鸡怎么办？去到一个餐厅没有鸡，那个老板讲我们餐厅不卖鸡，我是想把那个老板给杀掉的，因为他让我没有吃饭的选择了，因为鸡是我唯一的最爱，是不是？但是对我来说，怎么可能只爱鸡？没有鸡，开什么玩笑？不吃，换猪喽。我们可以吃猪肉，那是我第二个喜欢的东西。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有2、3、4、5个选择的。你当初选男朋友的时候，我还没经历过，但是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是这样。选男朋友的时候是有3、4个对象的，你在3、4个对象里面选了一个最喜欢的，但其他的是你的第2个选择、第3个选择、第4个选择，那些就是你的备胎啊。指我干嘛？
那些就是你的备胎啊，对不对？其他的选择是你的备胎。如果你让我没有其他的选择，这段恋情就很容易走向极端，就好像当初我发现那个餐厅没有鸡那样的情况。所以这时候，如果我男朋友打我，因为我没有其他选择了，我忍哦。他对我不好，我没有其他选择了，他是我唯一的选择。就好像当初的杨过跟小龙女，小龙女是他唯一的选择，小龙女去世他只有一个雕。雕，医生，你是我真的刚才惊到了。跟我念，狂拽炫酷雕炸天。狂拽炫酷雕炸天，对，我已经学坏了。没有，我只是拼音比较不好而已，发音。所以你看，社会案件就是这样子来的，他们没有第二个选择，所以他们分手过后，不是推别人下楼，就自己跳下楼。他们不是捅别人一刀，就是捅自己一刀，这就是没有第二选择。所以我们讲可以有最爱，但是不要让它成为你唯一的爱。只有唯一的爱，不让自己有第二个选择、第三个选择，没有备胎，我们很容易走向极端。不可以没有替代的东西，任何东西要留一个替代的东西。有一句话很简单，叫做“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就是说不要，不简单。你为什么笑？这句是对的，这是对的，对。我们每一次劝这一些想跳楼、想自杀的人，劝他们这一句话，就告诉你还有很多芳草，让自己有第三、第四个选择，不要走向极端的恋情。谢谢。啊，秋晨，你选择吉西吗？是。问你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吧，作为一个职业的吃货，一个美食家，一个有礼貌的好孩子。好，你去到一个餐厅的时候，不知道他们的菜单，不知道他们符不符合你的口味。你会不会打包其他店的饮食去那家店？就我带着我的猪肉便当去一个可能会没有鸡的店，对吗？对，对啊，就是这个意思。你就要这样是吧？是啊。你偏要这样是吧？不是这样，偏要这样？我怕我饿吗？可以吧？不行吗？秋晨，可以失败吗？今天咱们说的呢，其实不是说你有备胎应该被判刑，对吧？如果你真的说我就要这样，我偏要这样，而且这家店疼你，你的男朋友拿你没办法，看你养这么多备胎，没问题。你真像如今一样可爱，你干这个事儿没办法。可是这个事儿不应该做一个有礼貌的好孩子，你知道？就好像进一家店门口一样，谈恋爱其实门口也是有一个标志的，叫做其他酒店的饮食不可以打包带进来，不要在店里面吃，但是要准备着。可是这个东西会影响你的心情，它的味道会影响你的味觉，它会影响你品尝这道美食。爱情是应该好好享受的，你在这个时候分心一点点都是不对的。还是养胎嘛，不用养啊，就那肉给它坏，但是就是要备着，避免饿。你就是饿嘛！得啊，没问题。他们两个一个是选择吃，一个是选择以被饿死。其实秋晨是要时时刻刻保持最好吃。我们讲的它最好吃，当然有最好吃的状态，最好的寿司我会品尝最好的寿司。但万一它完全没有寿司，或是没有鸡肉寿司的时候，你可以离开这家店，去另外一家店。鸡肉寿司，你要把日本人气死。好了，明白了。累死我了！你是想吃顿好饭，他是怕被饿死，大概是这么个逻辑啊，好吧？明白好。正方3位都完了，反方啊，你现在还有力气吗？拖着我的病躯啊！好，他每次七夕都碰到无法沟通的对象。他是不生孩子，跟有没有钱没有关系。比如说，我买那个锅的时候，我还可以买一条裙子。跟他说不清。好，没事儿。那其实呢，今天跟对方很简单，大家看出来了哈。最大一个分野，什么叫做备胎？他们说，只要那个人喜欢你，那个人就自动成为你的备胎。可是，轮胎厂里那么多轮胎，你也是可以用的，每一个轮胎都是你家的备胎呀。不，
你家后盖箱里面那个备胎，才是你的备胎。为什么这么说？你怎么样对待你自己的备胎的？你怎么样对待？你通常把它买回家是要花钱的，所以这个人不管他是不是以前喜欢你，你要长期维系他这样的喜欢，你也是要花功夫的。你怎么对待你汽车的备胎？那当然很简单，你刚才也说了，买回来往那个后盖箱里面放，让它蒙尘，让它暗无天日，3个月不理它，拿出来吹一口气就能用。可是你对人类的备胎，你能这样？哪一个人类愿意被你压箱底那么长的时间拿出来吹口气就可以用啊？除非你说的备胎啊，翻野啊，翻野可以，可以啊，是充气娃娃。对了，充气娃娃。对了，所以经营一个备胎，人类的备胎，我们不是说汽车的备胎，你是一定要花功夫的。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养胎，这是个技术活，是要花费功夫，会很累的。所以它会让你的恋爱成本更高，风险更大。以前呢，你可能吃1个人的醋，那现在你肯定要吃2个人的醋。以前你只要维系1段关系就可以了，现在你要维系2段，甚至3段、4段、7、8段关系，而且他们这些关系之间是互斥的。你一个不小心啊，所有人都跟你跑光，一个胎都没有，得不偿失啊。所以我给大家的解决方案非常的简单，不要害怕。有什么好怕的呢？不就是一个短短的或者长长的空窗期吗？会死吗？你们有谁是生出来的时候就自带伴侣的？谁没有单身过10几年啊？以前怎么过，现在就他怎么过，有什么好找备胎的？而且啊，那些真的害怕单身的人，哎呀，我是病区啊，能不起？那些真的很害怕单身，一点点空窗期都不能忍受，一定要备胎立刻顶上的那些人啊，其实活得很可悲。你想想看，他所有的肯定都来自于其他人，他所有的陪伴，如果没有的话，就会特别的孤单。他心里面有个巨大的空洞，一定要别人去填补。可是爱情不是补窟窿啊！各位，你要知道，有了这个备胎之后，其实你的生活一点都不会变好，而你只要放下你对分手、对空窗的这份恐惧，其实你会过得更好。用那些时间，用你养胎的那些时间，去陪伴那些你曾经因为恋爱而疏远的家人和朋友，用你养胎的这些经历去追寻那些你因为恋爱可能不小心一时半会儿放下来的梦想和兴趣。到时候你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好的人在下一个转角处遇到一个更加好的陪伴你的人。谢谢。好。经过双方选手6轮胎动之后，我们现在进入自由打胎环节。谁先说？来，陈明。就听到这里，因为我是这个室外的角度嘛，就我一直在后排的角度，我听得很清楚，对方是一种把每天都当成末日来相爱的价值观，是一条不留退路的价值观，是一条每一次都燃尽全身的爱情观。所有的路如果不留退路，真的走到最后，有的时候你很难避免粉身碎骨、焚身的那一刻。备胎这件事伤害谁了？我想不明白。我老婆身边有很多很优秀的男性，也非常喜欢她。我有时候他们是我的一面镜子，他们是我的一面镜子。我在他的身上很多时候就能真真切切实实的照到我真正做的不好的地方，这才是我未来修正自己的方向。而站在我老婆的角度，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对我老婆来讲是一个空间，是一方净土。爱情有的时候不给上，我知道甜甜你那种价值观，你这种爱情观，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他们是没有余地的，是没有空间的，是彻彻底底生命与生命的融合。为什么说他不留退路？就是在爱情中总有磕磕碰碰。其实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我也会发脾气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矛盾冲突，但是那些备胎的在，他心里那些预留的小空间在，我知道他有那些空间，我也愿意留给他空间，这是我们感情的缓冲带。而对于真正的那些备胎而言，我们俩不过是给予他们去爱一个人的自由，他要的就是一份自由啊。如果说备胎这件事情在这个感情当中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对他说不。关键你太太也这么认为吗？如果你要是不行的话，我告诉你，我经常有时候会跟我太太聊啊，然后他就我说会，比如说你到底你对他喜不喜欢吗？对呀。他说其实有好感的。好感的，如果是你要对我不好的，我可以跟你离婚，跟他结婚的。他会这样讲的。他会这么说的吗？对，他说你要对我好一点的，所以我就会对他好啊。
这有什么问题呢？特别简单一个东西来验证你讲的对不对。把他和他老婆的角色调换一下，想想，大家想想，是不是？来，你在学校里也肯定有很多仰慕者，我们知道陈明老师在学校有很多仰慕者。仰慕者，对，知道。你老婆问你，那些人是你的备胎吗？我老婆问过。你敢说？我老婆问过，她问的时候我是这么讲的。我说如果你非要告诉我一辈子当中一个男人爱且仅爱一个人，这是不可能的。直接回答问题，那些仰慕者是不是你备胎？你老婆问你，那些人是不是你备胎？说。他们身上有很多我感兴趣的地方。说。是不是？是不是？爱情当中，爱情从来不是怕备胎，爱情只是怕失衡。爱情不是怕一个人有备胎，爱情只是怕一个人有而一个人没有。一个平衡的爱情才是稳定的爱情。好，没问题。客观来讲啊，三角恋才是最好的恋爱，对，不三角最稳定把节奏。不，请坐。好，我先坐，我先坐。我来补一下，我来补吧。我们先解决一下我们这边价值观过分奔放的问题。其实啊，我们并不是说要同时展开很多角关系。我们这一方真正的立场是什么？是你想做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美食家，想要吃世界上最好吃的餐厅，想要爱你最想爱的那个人，有时候他需要排队。什么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一眼就看上的那个人，你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那个人，他有伴侣，他情字一关过不去，别家餐厅吃不下，怎么办？排队等号了。你们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隔壁麦当劳没空吗？7-Eleven 吃个三明治，今天晚上会死吗？你不是老老实实在那里等位？因为这家餐厅我最爱，所以我们这边倡导的一点都不是混乱的、疯狂的、多元的那种所谓的多角关系，不是，是当人生有一瞬间，你就是想不开的时候，我就得吃一家餐厅的时候，我要不要等位？然后我在等位的时候，我害了谁？我没有进去抢位，我没有准备上去做小三。然后有的时候你会着急，你最着急的时候会问什么？我前面还有几张台。这种人有什么可抨击的？欢喜。好，薇薇姐，你们误会了，我们从来没有攻击备胎。备胎任何人都有爱的卑微的时候，我们攻击的是那个明知道你是我的备胎，我还反复给你信号，并且永远不让你上位的人。什么意思？你在等你的位置，但是我就告诉你，你前面有一个了，等着不要走。然后你刚想走的时候，别走，前面就有一个了。这种店我们抨击的是不良商家，而不是你这个等位的人。对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讨论为什么不要有备胎。讲一个最悲惨的备胎的故事，刚 girl 消失的爱人，死在床上的那个人是他的万年备胎，说明什么？他从来没有把你当人看，你就是他过渡时期的一块跳板。备胎这个词，它从它的字面意义上来看，就是把你物化，把你当成一个东西在用。有没有把你当成一个人呢？有没有把你当成一个会痛会哭会闹的人呢？没有吧？他永远给你一个可能上位，可能马上就要吃到你最爱的饭的那个希望，但是从来不让你这个希望落实。这个过程是对你感情的折磨，所以我说这种人是人渣，而不是批评你太犯贱。我希望我们今天的立场站在一个什么地方？问题出现去解决问题，能陪你跑一路的胎就陪你跑一路，能补补的就补补，不要说换就换。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爱情当中最需要的，而不是换人的能力。漂亮，漂亮。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出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想的不要是去逃避，不要去更换，而是弥补你们的关系。对。